欢迎收看老挝新闻。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，佛历8月上初一，万象多云，26到33摄氏度。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、股市行情、黄金报价、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。首先来关注外汇。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，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824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6基普，跌幅 0.03%。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2.3基普，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。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16基普，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，涨幅 0.03%。再来关注股市行情。上周五，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冲高回落，大盘整体呈现震荡走低态势。上周五大盘开盘报 1323.87 点，盘中最高触及 1326.45 点，最低下探至 1312.04 点，最终收于 1321.91 点，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5.52 点，微跌 0.42%。全天市场总成交量为70万2400股，总成交额达到20亿5486万0500基普。从盘面上看，个股涨跌互现，市场活跃度分化明显。在上涨板块中，老挝农业领涨，收盘上涨50基普，万象中心、萨万尼、老挝石油及浦西开发表现稳健，分别上涨40、30、10和10基普。在成交量方面，外贸银行以17万7000股的交易量位居榜首，但其股价上周五平盘报收。与此同时，老挝电力遭遇一定抛压，股价下跌90基普，收于2360基普，成为上周五市场主要的拖累力量。此外，马哈腾、中老证券、联合发展银行、老挝水泥及东盟租赁等个股上周五均无成交量，股价与前一日持平。总体来看，上周五老挝股市在老挝电力等权重股走弱的影响下小幅收跌，但多只中小盘个股逆势飘红，市场整体维持着在合理区间内的震荡消化格局。接着关注黄金价格。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，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830万基普，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01万4000基普，涨幅 2.14%。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。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1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，柴油每升27620基普，普通汽油每升31300基普。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。1. 副总理会见缅甸总统。6月12日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在内比都拜会了缅甸总统敏昂莱。通沙万峰威汉转达了老挝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的问候，祝贺缅甸大选成功及敏昂莱当选总统，并通报了此访及与缅外长会谈的情况。敏昂莱对此表示欢迎，并回赠问候。双方高度评价老缅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，一致认为两国传统友好与睦邻合作在过去70多年里不断深化，成果惠及两国人民。双方同意继续密切外交部间的协作，共同推动老缅友好合作在未来取得更大发展。2. 万象市公安局长亲临现场慰问火灾灾民。6月11日，万象市西扩达邦县帕塘村一家汽配店及仓库发生大火，店主自救无果后报警，消防部门出动12辆消防车，联合多方救援力量，历时8小时将火扑灭。12日，万象市公安局局长布潘峰马尼少将亲临现场慰问灾民，并部署原因调查。经初步评估，火灾导致该汽配店及仓库被夷为平地，经济损失达1400亿基普，另有邻近3栋房屋严重受损，损失约5000万基普，一家酒店轻微受损。目前，火灾确切原因仍在警方进一步严密调查中。3. 巴江乍伦苏县第20届鲜果节开幕。6月11日，赞巴塞省巴江乍伦苏县举行第20届农业手工艺品展销会暨鲜果节开幕式。赞巴塞省长舒沙万威莱翁、省建国镇县主席瓦沙纳西里马、巴江乍伦苏县委书记阿努威晃翁沙等领导出席。县长苏塔晃沙昆拉布报告称，本届活动共设53个展位，旨在向国内外市场推广地方鲜果、农产品及手工艺产品。仪式上，县委书记阿努威晃温沙宣布开幕，并强调应推进农业商品化以增收。最后，领导们共同剪彩，鸣锣九响并观展。4.
跛脚省警方捣毁中国籍电信诈骗窝点，抓获142人。6月11日，跛脚省公安厅执法人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，成功破获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。本次行动共抓获涉案人员142人，全部为中国籍，其中包括一名女性。执法人员同时在现场查获了大量的作案工具及设备。此次抓捕行动的具体地点位于东鹏县的芒坎村。目前，有关该案的进一步审讯与调查工作正在紧密进行中。5. 赞巴塞省警方捣毁跨国电信诈骗窝点，抓获50人。6月11日上午，赞巴塞省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根据群众举报，联合巴江乍伦苏县警方及当地政府对华塞村一家旅馆实施突击检查，成功捣毁一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窝点。行动中，警方共抓获涉案嫌疑人50名，其中包括中国籍48人，老挝籍2人。现场依法查扣台式电脑32台，手机152部及其他大批作案工具。目前，全体涉案人员及赃物已被警方控制，专业人员正展开严密审讯调查。6. 万象持刀抢摩托车案告破。6月8日晚，2名建筑工人在万象市农巴奈村遭多名骑车青年持60厘米长刀砍伤，并抢走摩托车。万象警方接报后迅速破案，于11日成功抓获7名涉案未成年嫌疑人。经审讯，7人供认他们属于一个名叫盗贼巷的犯罪团伙，成员多达约200人。该团伙常在夜间结伙流窜于湄公河畔及凯旋门一带，持刀具和假枪抢劫落单路人，赃款用于购买卡痛水享乐。案发当晚，一名嫌疑人持刀砍伤并踹倒受害人后，伙同他人将车抢走。目前部分同伙在逃，警方正全力追捕。7. 万象市捣毁2处电诈窝点，抓获82人。6月12日，万象市西扩达邦县公安局联合诺凯村委会，连续捣毁2处隐藏在出租别墅内的电信诈骗窝点。行动中，警方在一单层别墅内抓获6人，其中中国籍3人，老挝籍3人，缴获电脑12套及封药154粒。随后在另一座3层别墅内抓获76人，中国籍75人，老挝籍1人，缴获手机131部，电脑52台。该团伙通过物色男女照片伪造高素质博主主页，专门加中国籍异性进行网恋博取信任，随后诱骗受害人购买虚拟币或引流至特定应用并实施诈骗。得手后随即将对方拉黑。8. 越南胡志明市警方捣毁中国籍电诈窝点，抓获83人。6月12日，胡志明市警方披露，在全市专项排查行动中，成功捣毁一处高科技电信诈骗窝点。据悉，该团伙由83名中国籍人员组成，大多数人从柬埔寨非法偷渡入境越南，他们包下了当地的翡翠金酒店，整栋楼作为指挥中心，企图对中国国内民众实施网络诈骗。警方在现场查获数百台电脑、手机等设备。警方表示，该窝点刚组建完毕，尚未正式运行便被及时捣毁。目前警方正扩大调查，而涉嫌收容外国人非法居留的酒店经营者，最高可判15年监禁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订阅，我们明天见。